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时间和爱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时间一直沉默不语，它也被引力抓着前进。再过千万个雨季，我真的好奇，谁能找到我们的痕迹？过去。有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哎哎哎哎哎，哦，现在有了。那音乐有吗？现在音乐有吗？音乐也有啊，吓死我了！我这好不容易播一天，我这好不容易播一天，好，你看有朋友就比较贴心，他说有音乐有人声，就帮我把那个都给打出来了，让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嗯，等一下啊，因为我朋友们，你们现在看的是竖屏的是吗？是竖屏的吗，朋友们？啊，竖屏的啊，行，
OK， 完美，完美，完美。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日后学会长大，沐风知雨，千家。有朋友说没在家呀，没在家，没在家，怎么可能有这么专业的设备？你是不是就也不是我的粉丝吧？假粉丝。嗯，这就是家呀。鱼贯而行，变成馥郁的花，却又多了风沙，总要独自面对，刚好他就遇见。没有装修，只是说那个之前，哎呦喂，之前那个啥，之前那个直播的时候，我在厅里，然后我故意弄了一个房间，专门弄了个房间，然后在这个房间里播，就是我可以弄个竖屏啥的，就是给你们多点变化嘛。哦，然后罐头笑声太响了。OK，sorry， 你们事儿是真多呀。好，唉，我抱紧似那无声的牵挂。没有，后面是个显示屏，然后我之前那个用的一个显示屏，然后我给它换了，换完之后也没啥用，所以我就放到下面，我放到后面，我寻思当做一个背景用啊，这样不能省一部分钱吗？省一部分钱，然后那个又有能增添直播间的效果。有朋友说老大，我明天考试了，今天还是忍不住看你直播，你尽量还是去好好复习一下吧。有一句话叫做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你磨一磨去啊，稍微去磨一磨。有朋友说怎么感觉今天镜头好高清？因为我之前都是用什么呢？手机我都是用那个什么播的，用那个 USB 播的。我最近升级了一下我的这个所有的设备啊，所有的设备。然后呢，那旧的设备怎么办呢？放到闲鱼上卖了。朋友们，以前的那些设备就全部放到闲鱼上给卖掉出掉，所以都换了新的设备啊。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越将一些放下，酸甜苦辣俱是芳华。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已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长信写下，将爱轻轻的他。有朋友照的紫光灯吗？不是，我这有一个氛围灯，就是你看小设备都是嘎嘎升级。哎，朋友们，我跟你说，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啊，无论各位身处什么样的位置，一定不要忘了学习这件事儿。就是不要觉得好像，好像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定位置，很多东西你就不去学了。No， 一定要接收所有方向的任何的知识。就比如说我这个直播间搭建，我就上网搜什么呢？搜最红男主播直播间灯光设置。跟那些就是行业的头子尖的啊，这些颜值主播怎么搞的？就是流光水滑的，
然后呢就是很遭大伙喜欢，怎么弄的？于是我就上网去搜他们的直播间灯光摆放的位置，偷学去啊。咱讲究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啊，一行行行行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干一行行一行。有朋友说老大你脸上有阴影，当然你不能光学人家这个男主播怎么搭建直播间，你也得有自己的东西。比如像我这个麦克风就是没法替代的，没办法，因为这个麦克风就是在这放的肯定会有点阴影了啊，各位这个多多理解吧。啊，就是那种搜一下10大男主播直播间灯光如何设置，人家告诉旁边放个小粉灯，就是有一种这个温馨的感觉。我这个直播间氛围叫做暗黑系男主播的一个氛围感觉。过两天你们不喜欢那种暗黑系了，我还可以弄个别的系的啊，各种系都有。我可以把这灯先换个颜色。哎，刚才那个粉的不行，我来个蓝的，显得气色就是显得脸白一些。蓝的搞哈，马上就是氛围又不一样了。有朋友说尖叫男神也不忘了，有朋友说尖叫男神也不忘了直播啊，那就是讲究4个字，不忘初心。朋友们，就是不忘初心，朋友们啊，你就啥男神该直播你也直播，你直播的时候就是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就是我给我自己的人生信条是，无论你到了就是什么行业，你都要可以做那个行业的一个就是这个名列前茅的人。比如说在微博直播这件事儿，我要做到头部。那在尖叫这一块儿，我要做到男神的级别。那在 VIP 之星这一块呢，我也是在这个一堆人当中，我要在做这些头的。有朋友宁哥，我想当演员。你去呗。跟我说了吗？我只能告诉你这条路很艰辛。世界嘈杂，回声迷失眼睛，也曾不知办法，什么默默抱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放下。酸甜苦辣俱是。有朋友说我想那个宁哥，我想当歌手，你想当你就当呗，你就给他唱呗，对吧？现在就是一个纯纯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只要你唱的足够好，你就自己就是天天在那个平台上发作品吧，你就发你的唱歌的视频，就会有人喜欢你，喜欢你就会成为你的粉丝，成为你的粉丝，你就有机会接触公司、签公司，然后发单曲嘛，对啊，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有才，最怕的就是你没有，你只要有就有机会啊。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一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一封长信写下，将爱轻轻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共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一刹。朋友们，有朋友说宁哥你这直播间好像晚间广播，那你
那你喜不喜欢嘛？你觉得朋友们觉得现在这样好，还是说以前那样好？你不知道。你要觉得朋友们这样，如果你觉得以前那样好，你扣一；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好像更舒服一些，或者是因为手机大家都是竖屏嘛，用竖屏看更舒服一些，你就扣2。我看看朋友们，咱们来投个票。生活赠予阳光。我看还有扣3的，你是让我滚出去是吗？就以前也不喜欢，现在也不喜欢，你纯硬看呗。我说喜欢以前的扣1，然后喜欢现在的扣2，你扣3，你就都不喜欢。你意思让我滚出去，我别播了，你黑粉吧。1+2啊，1和2就都喜欢嘛，对吧？那可能是1+2等于3啊，不好意思，我是黑粉了啊，就1+2等于3都喜欢的意思，就纯主打一个包容是吧？你怎么那么会做人呢你？你适合当艺人，你太八面玲珑了，你直接就是我问了个问题，你直接在我问题上给我升华了，还给我上了个价值，来了一波正能量。说苦痛要咽下，离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一封长信写下，将爱精心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共来所有值得被爱的那一刹。做自己的方法，是期待绽放的梦吧，前路漫漫不怕，心里永远开着那。有朋友说，刘宇宁，你不要去参加那些就是那种高空的那种活动，你怕我死啊？首先呢，你就别管我了啊！还是那句话，我妈的话我都不听，我能听你说话。我到了每个时期有自己的一些决定，一些选择，就是那是我想做的事儿。我想做的事儿，如果我人生当中想做的事我做不了的话，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有朋友，你有气胸，我气胸早好了，你做我点好，你建议我点好吧。哥们儿，气胸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啊，10几年前的事儿了，所以早就恢复好了。否则我按你这个逻辑是，我这辈子不可能拥有腹肌了，健身不了了，不能举大重量了，只要上点重量就受不了啊！不会的，没那么脆弱的啊！我即便那么脆弱，我活着也没意思，就这么简单。朵花。人生就是这样的，别太去想太多，想太多你什么也做不了。就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儿，我都告诉自己，因为我这人是一个天马行空、想法好多的那种人啊。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我跟他聊一件事儿，男的碰到一个朋友，我们在休息室里，然后我说那个啥，算了，我就说了一个项目嘛，我说咱一块干。我就说了一个项目，我说咱一块干。我跟你讲，2026年的趋势就是这个，咱们先干完之后，咱就作为艺人来说，咱们就引领这个行业了。他就跟我说哥啊，你能不能就是别一天3个想法？我说咋了？什么叫3个想法？我这想法不行吗？我这想法肯定2026年，我告诉你，在这个行业里肯定就是咱们是头一个，咱们是头的。啊，咱们干完之后没人能干了。他说因为你在2年前的时候跟我说，你说咱俩一块出首歌，没出。就在上个月你说你这个要拍 MV 要找我当男主角，让我演大男主，也没实现。现在你要干第3个了，我到底是等待哪个？不是3巴掌大赛。我说那这就是行吧，那就是如果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从第1个开始吧。
咱们从第一个开始找首歌，我们跟他合作一下，合作一下。对，就是这。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一定得不断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去折腾自己也好，折腾自己的思维也好，让脑子转起来，这样你永远就是让自己是一个活力满满的一个能量很足的一个人，或者是想法很多的一个人。这样是无论你实不实现，只要你在动脑子，其实就是可能是在学习的过程。因为你要去做一件事儿，你就要去学习嘛，你要看看他，了解他是什么东西嘛，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包括像我今天想到跳伞了，我想说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朋友们就跟我说宁哥不要跳伞，你有气胸，你跳伞会死的。你应该学学我这个朋友的精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话你就听着就完事了。我一天8个想法。我今天跟你说，我说宁哥以后在综艺里我要跳伞，结果一去录那个刚要上飞机的时候，我尿裤子了。然后因为这个片段太脏了，所以就剪掉，然后那个不播了，所以就没跳。也有可能的。我就不跳了。所以就是我就有的时候，因为我这人就是有什么想法我就喜欢说，你们也别太当真，你们也别当个事儿啊，你也别太当个事儿，好不好，朋友们啊？对，不要那么走心，我也没有那么的那个就是那个柔弱，我比你们想的要稍微的强壮一些啊。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很多朋友喜欢把我形容成猫。我对这件事啊，就是有一些，就是也不能说汗流浃背吧，我就是对于这件事我有点这个表情。因为我看到很多家的这个粉丝都喜欢把自己艺人形容成猫。真的，我无数次，我无数个场合，无数个地方，就是很多只要他家那个艺人呢稍微表现的有一些柔弱可爱，或者有一些萌，他们就会说把它形容成猫，说我们这个小猫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喜欢把喜欢的艺人猫化嘛，这样就显得这个你们是自己去品这件事儿，你就可以看以后我播出的节目，你看里边的弹幕有没有别人家粉丝把他喜欢的艺人比作成猫。有人说因为猫咪真的很可爱，是的是很可爱，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别人都形容成猫，咱们就不要，好不好？啊，咱就跟别人不一样。我也理解各位，就是比如说把一个人形容成猫挺好的，就比如说，哎，你看那个宁哥啊，像这个他那个动作特别像一只小猫，很可爱，这是一个好听的话。比如说，哎，你看宁哥刚那个动作特别像一只狗，宁哥太狗了，哎，好像就差一点是吧？啊。宁哥，你看，宁哥刚才那个特别像，那个动作特别像一头驴子。他刚才在那有点驼背，那个感觉有点像骡子，感觉就不太行，是吧？所以呢，我建议各位不要把我那个就是夸我，我每次看到那个东西，我就感觉看到朋友们把我形容成猫什么玩意儿的，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我看到那个文字有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你们去想一下，就是用粉笔摩擦黑板的感觉，用牙啃到全是那个桃子毛的那个表皮上的感觉，用指甲在玻璃上刮的那个感觉。膈应，你都不是说刺挠了，是膈应啊，所以别搞了，好不好？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太难受了，是吧？你这朋友们，你听我形容知道我多难受啊！铁勺刮锅还能稍微强一点，
是铁勺刮那种满是锈的那种锅，是还有点那种就是那种不是特别顺畅。哎，有没有什么钢铁磨牙，就那个感觉。哎，铁锹刮水泥地那还好，铁锹刮水泥地还好一点儿，是不是？以后就尽量以后就不要了啊，就不要形容猫，因为我每次看到，我觉得我们大岁数了，这么大岁数了啊，就是不太能够驾驭。问我啥时候开始的？你是不是今天没有跟我的商务直播啊？我个人直播你就看，我商务直播就完全就不支持，对不对？啊？你看看这帮朋友多好啊！这帮朋友就是商务直播也搁那叭叭看，公屏上也得互动在那儿。多好，这帮朋友们，你看看你，哎，老大什么时候直播？今天咋直播了？你能问出这话，就说明你刚才没看我商务直播。我刚怎么商务直播就不是直播了？接下来呢，唱首歌，这首歌送给刚才所有在看我商务直播的朋友们。哎，接下来这首歌我就不送那些没看商务直播的那些咱家那些朋友们啊，因为你们就是不够铁。来唱一首，你那个没看商务直播的，刚刚把耳朵堵，那我走倒没有必要。别走，犯不上啊。你把两种选择，第一是把耳朵堵上，第二呢，把电话声音调小。当我在屏幕上比出 OK 的这个表情的时候，你再把音量调大，你才配听我说话。因为我挑你理了，朋友们。啊，一会儿我把这个歌唱完之后，我比 OK， 你把手机音量调大，你可以看到画面，我让你看到脸，但你听不到、欣赏不到我美妙的歌声了。啊，这一块你确实对我有所亏欠，我也没必要对你就是满怀诚意。硬听啊，硬听的话，我觉得你听完硬听也不是不行，但是我相信各位就是那些我刚刚商务直播没去看，然后但是在这硬听的朋友心里会有那么一丝丝愧疚吧？不知道，我觉得会有。唱一首什么歌呢？唱一首不知道啊，因为我想试试这个，转到这屋之后唱歌，楼下会不会觉得我扰民？也是有病了。也是有病了啊，非要去尝试一下。行，唱这个吧。唱这个歌，这个歌叫做《还没有歌词哦》，这个歌很好听的，希望你们喜欢。我这个歌叫《还没有歌词哦》，咱们听听什么歌哦。
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有新人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能知足，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红颜。我换个效果。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红颜。我听一下刚才录的效果怎么样啊？哦，啊，我自己录的，我听不到唱。不对呀，所以我声感还是有问题的。我再试一下，不好意思啊，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试一下。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音质这么差吗？我看朋友们说音质绝了，我以为你们是真的是觉得好听呢。哦，难道是我耳朵出现问题了吗？啊哦诶啊。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OK 了，朋友们，行，可以打开了。有朋友说，开始推理吧第4季还继续参加吗？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意思刘宇宁，请你滚出开推4。没有去参加的，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我对开推这个节目嘛，开始推理吧这个节目，我其实是有感情的啊，就是因为他第一季开播啊，他第一季开始录，就是我就在嘛，然后后面你想想很多朋友都知道，第一季录完之后，第2季开的时候时隔了2年嘛，对吧？然后又隔了1年，又录了第3季。就是我觉得一个节目就是很能做到1季、2季、3季，其实很难的，朋友们。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开推呢，它属于一个垂类的一个节目。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你作为观众，可能你不会去剖析这个综艺的一个内容方面的东西。就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比如像我去的地球我不拿别人的节目打比方，拿我自己参加的节目打比方。就比如说我自己那个参加的地球超新鲜，就是他现在因为大家现在是一个碎片化娱乐的一个时代地球超新鲜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就是欢欢乐乐的节目为什么播得好呢？因为大家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就是可能上个卫生间刷会儿手机，刷到一个短视频正在播地球超新鲜，那或者是吃饭的时候打开看一会儿，我什么时候关掉都可以。因为它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段落，比如说做游戏，2个人，比如说1趴，我跟龚俊做1趴游戏，这就算是一个段落。那然后我们分别2组再做，还是一个段落，就是它是碎片化的，就是你可以随时关掉它，你随时打开看一个短的，你也能获得快乐，获得轻松，或者获得任何东西都可以获得厌恶也是行的啊。但是呢，开推不一样。开推是什么呢？开推这个综艺它有一个点是，你只要打开了你就关不掉了，你得从头看到尾，否则你不知道案情是什么，你不知道人物关系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案子什么从头到尾是怎么搞的。对，它是无法去进行一些碎片化的东西的，也不是无法，也可以。比如说我们之间的调侃，我们之间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调侃，就可以剪成碎片化的。为什么要剪成碎片化呢？是方便传播。你不可能在一个非常短的30秒或者1分钟的视频里告诉我这开推这一期我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吧？谁是凶手啊？他怎么犯案的最后怎么推理出来的？他不可能讲的。所以呢，所以他在这个那个短视频传播上，他就会有一些壁垒，他就没有那种节目碎片化宣传的那么的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垂类的，就是喜欢看推理的人会来看这个节目，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里面嘉宾的这些粉丝朋友们，这些嘉宾都非常优秀嘛包括我，这些优秀的嘉宾家的粉丝来支持这个节目，看到自己的喜欢的艺人去上这么个节目。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开推能在这么一个生存环境下还能继续去做，我觉得首先我是很就怎么说呢，很对他很有感情的，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从第1季录到第3季，包括里面的朋友都是通过，无论是通过节目认识也好，通过别的地方认识也好，就是每年能跟朋友们在一个综艺里一起去玩，一起去，无论是那种破案也好，或者是讨论也好，或者是开玩笑也好，它等于虽然录得很累，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你脱离了工作状态的那个你，就是你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跟朋友之间的那个放松和一个玩的感觉。但虽然也很累了啊，当然不是说很轻松啊，但也很累。但是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所以只要开推在弄，我应该都会参加啊，我应该都会参加，除非人家不找我，啊，就是这样的，嗯。然后，请问您哥是哪个锤？是垂直的垂，就是它是，它垂直，就是那种它就是垂直到你的头上，一束光照着你那种感觉，就是照不到的人他就无法接受那道光。嗯。给我老大讲讲尖叫之夜吧，尖叫之夜有啥讲的？尖叫之夜讲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让我觉得不正常的事儿。那说说星光大赏，星光大赏也没什么说的吧？说啥？嗯。有朋友放错歌了吧？我放的这个 Stay With Me， 然后 Stay With Me 你觉得放错了是吧？你想听那个 Stay With Me 是吧？你想听的是这个？哦，你说的不是这个，你说北京台的那个是吧？放错歌了吧？啊！没有，因为那个当时对的是我忘了啊，因为其实是我的问题，跟人北京电视台没关系，是我的问题。因为当时第一天最开始我那个跟我对的时候，就是我因为那是已经跟我对已经很早了，我们就要定曲目嘛。然后我还问了一嘴，我说先唱哪个？他说先唱青春呢，然后再唱那个歌。我说哦，结果我去彩排那一天，人家跟我说了，但是我脑袋没转过味儿来。因为那天我就脑袋接收信号特别多，我去彩排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刚从那个哪嘛，我也连轴转了嘛。星光大赏完事儿，我落地我就去北京台采访了，从那个海口，所以我脑子是浆糊，所以彩排的时候虽然2首歌都采了，而且彩排的顺序就是先唱青春，再唱那个，所以呢我可能，但人家跟我说了，人说那个宁哥那个顺序颠倒一下，因为那个，但是我忘了是我的问题啊。所以，对，后来我回想了一下，哦，好像人跟我说了，是因为我连轴转给自己转迷糊了，所以跟人没关系啊，有朋友说音乐园计划明年还会有吗？音乐园计划明年应该会有吧，因为今年其实。就是今年的收视率啊，音乐园计划的收视率要比明年啊，要比去年稍微好一点。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感觉上，我体感上啊，体感上会好一点吧。就是因为节目都要越做越成熟嘛，越做越好嘛，都希望2:1好，3:2好嘛。明年可能也可能会开吧。啊，其实综艺节目开与不开，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能不能招到商。啊，有广告商投资，就能开得起来。然后呢，请艺人能不能请来，艺人愿意参加就能开起来，就跟那个啥似的，就跟开饭店一样。开饭店，你有房子，你有厨师，
你有灶台，你有菜，你就能把饭店开起来吗？有朋友说都是你的功劳，你给我闭嘴吧啊！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在那个任何节目里争功，或者在任何剧里边争功，我特别不喜欢啊、就是那种，就是你把别人的努力都给抹杀了，就是别人的努力，哪怕是每一个配角的努力都给人抹杀了，我觉得那个没个必要啊。如果你真的你自己能扛起一个综艺，或者扛起一个节目，你一个人能决定一个节目的成败，那你自己开个节目啊，钱都你的啊，你天下第一顶流，那不可能的。包括剧也是，你剧没有一个人成就就是没有说这个剧牛了是一个人的功劳，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很多人都喜欢，我不信我别人我就不说了，但是我不希望咱们家人，我的这些朋友们是那种在一个东西好了拼命跟别人邀功，说我们宁哥最棒，是因为我们宁哥这个东西才火的。No， 我在里面，我就还是那句话，地球少了谁都能转，什么活少了谁都依旧存在啊！我们能做的，人家好，人家是个好的项目，我们能做的就是锦上添花，或者人家是帮我锦上添花，就是他是互相成就的啊，就是但是绝不会因为你一枝独秀，你在里面那么优秀，所有的功劳都是你的，不可能的啊！哪怕是一个剧组送盒饭的那个人，剧组送盒饭的人，那个饭那天做的不好吃，所有的群演也好，演员也好，吃完之后心情不好，说那饭太泼了，不好吃啊，下午心情不好，所以拍戏状态就不行。哎，比如说化妆老师今天给那个给演员化妆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就是粗心大意，给这个眉毛画歪一个。那这个比如说这个演员看完这个眉毛一照镜子，眉毛是歪的，瞬间觉得心情不好。啊、所以化妆老师也决定一部戏的成败。那演员更是，演员，你今天比如说你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早上起来拉肚子了，或者是那个你感冒了，你都会影响一部戏。所以说每一个位置都很重要，千万不要跟人抢功劳这件事儿。你好，只要这个东西成了，功劳自然会，就不是说功劳。比如说一个东西，就咱就拿一部剧打比方，一部剧只要它播得好，它成了，你在里面，你有多少的分量，你就一定能获得那份奖励，你不用去争，是你的，一定那个奖励会落到你头上的。啊，你记住了，首先这件事儿，就比如说你，就像演员拍，我又想拿饭店举例子。比如说一个饭店，他饭店投资饭店，只要是你是投资人，比如说我们10个人投资一个饭店，只要这个饭店他那个赚钱，他这个顾客流量特别好，你虽然是10个人当中你投资最小的，但你一定能赚到钱啊，你一定能赚到钱。所以就是这样的，一部戏好了也好，一个综艺好了也好，你只要是参与者，你一定会获得那份奖励，你不用去争。是你的一定是你的，不是你的这个奖励你争不来的，反而会让人厌恶，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我有的时候不太爱说这种话，因为我最近也没那么激进了。最近其实这半年我相对比较佛，也不说太多那种敏感的话题。但我那天我刷到一个帖子啊，说啥呢？说那个宁哥刘宇宁，哎，他没说宁哥啊，他应该不是我，应该是黑粉啊。反正就意思就是刘宇宁这1年多没进组，是因为他就是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好像播了几部戏，咖位上来了，他要当1番。但是呢，又没有其他的花愿意当他的2番，所以他就一直进不了组。啊，他说那个很多花都嫌弃刘宇宁啊，就是
而且现在刘宇宁有点，因为他现在肯定是他那个就是又尖叫男神又 VIP 之星的又是这个酷狗音乐代言人的，又是京东代言人的，又是海飞丝活力那个活力代言人的，又是碧浪代言人的，对吧？是啊，又是咸鱼代言人的啊。对，是就是那种他现在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一定要一番那个其他的花也不愿意给他当二番啥的，所以他一直找不到自己的那个。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就是你们，如果你能用这个如果我是这个思维说，比如说我拍一部戏，我别人我不管，我也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我只说我自己啊。如果我把这些虚名所谓的番位看得重的话，我就这么告诉你，我刘宇宁混不到今天啊。我说的不重要是真的不重要，不是我在说好听的，我不需要说好听的，因为我有那个自信，就是哪怕我是五番，该是我的东西它依旧是我的，它不该是我的，我演一番它也不是我的。我可能我有的时候会自己对着镜子跟自己吹牛，我说刘宇宁，你的价值不需要用番位来证明。这是我跟自己说的，也是我鼓励我自己的话啊。当然可能你们听的有点觉得有点装，不重要啊，不重要。所以这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的价值，我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的价值不需要靠番位来证明。有没有好爽呀？所以后面我可能我要接戏的话，我真的我哪怕2番3番，只要角色好，我依旧会去的，真的是这样的跟那个没关系，那真不重要。就是我都说了，只要你参与了这部剧，你在里面有多少的东西，该给你的奖励跟番位没关系。这是我想通的，各位想不通或者是不能理解，你们开心就好，但也请尊重我有朋友说尖叫男神你忘签到了，尖叫我都是尖叫男神了，就是尖叫男演员了， VIP 之星了，我差那个补签卡吗？我差那一张补签卡吗？我今天就任性，我就不签，我从明天补签行不行？差这3块5毛的。新麦克风到了吗？正在组装当中，朋友们。我现在特别想给你们展示，给你们看一下特别想给你们看一下。正在组装当中，有朋友还在组装，是乐高吗？那玩意儿
乐高啊，乐高，有朋友说我们看到了，你们不可能看到的，不是这个麦克风啊，是我即将要，哇，这个麦克风有朋友看一眼没在我手里，现在正在弄呢，正在组装当中呢，然后对我尽量让他跨年的那一天能够拿出来啊，跨年的那一天会让他在2026年开启我的新一段音乐征程吧。看到芯儿了，芯儿没什么可看的，所有的设备都一样的。要几百万吗？没有，跟钱没关系。那个麦克风，那个没那么贵，就是正常的那个设备。只是说我就是正常的设备，就我平时用的麦克风是一样的，只是说，从外观上，内核都是一样的，因为那内核从外观上是不一样的啊。主要是跟内核所有艺人都用的一样的啊，都是那个森海塞尔9000啊。当然森海塞尔好像要出新麦克风了啊，可能换一个。对，说一下什么颜色？应援色。没有了，没有，这什么颜色？不是黄色，不是黄，开玩笑。刚有红色是应援色吗？我随口回答的，没有，不着急，很快，因为没几天了，还有27、26号嘛，27、28、29，我大概30号能拿到啊，30号能拿到，31号左右能拿到。拿到之后呢，我第一步是什么呢，朋友们？我第一步先找那个平时给我拍照的那个摄影老师给我拍一组图。哦，给麦克风拍一组图啊，朋友们。因为啥呢？因为当时我想的就是，我这个麦克风一定得给他一点牌面。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很用心去弄的。然后呢，就是而且他有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麦克风是有名字的啊。它是有属于他自己的名字的，我觉得就像那个战士上战场，比如说那个我拿着这把剑叫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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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倚天屠龙剑啊，那个倚天剑屠龙刀啊，就这种的。我那个麦克风也有名字的啊，有朋友叫珍妮吗？什么珍妮？啊，珍妮，他叫李雷。做俩，一男一女，就是一雌一雄，雌雄双麦啊！我唱歌时候两个唱，一个叫李雷，一个叫韩梅梅。然后那个啥呢，我就是说给他拍一组照片发到时候发微博。然后我还想说那个。干将莫邪啊，就不是这个，就一个麦克。然后就是我想说发一组照片，当时我还想说找谁拍，我自己拿手机拍肯定不行。然后给我做的那个人呢，就是设计师说那个什么，说那个没事算了，就是反正后来我就找我平时给我拍那种就是出发图那个摄影师，我还有点信不过他呢。为什么，朋友们？因为那个麦克风呢，它和人不一样。人呢，你只要是光打的白一点，给你的脸上感觉像抹着腻子一样，就是都不会太丑。但是我那个麦克风呢，我怕它拍不出它的这个精致度和帅气度，我怕它拍，因为像拍那个麦克风一定得是专门就是干嘛的呢？就那种拍像首饰一样，像拍那种就是那种，比如像我们戴的那种非常贵的首饰那种的拍照式才能拍出来。啊，跟拍人是不一样，不是说你拿手机咔咔吭哧两下，有朋友说这给你稀罕的，也不是说给我稀罕的，我跟你说，因为他前后的周期大概2个月才做出来，2个月做出来之后呢，就是因为它是我的一个想法，一个创意，
然后把它实现了那个过程，我就觉得很棒，而且就是完全靠我自己去联系所有的人，找那个货源什么的之类的，然后终于他要跟大家见面了，就会有一种就是那种男生都会有一点那个中二的那种灵魂啊。我就有这种，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就会给他搞出来了，很帅气，我很喜欢啊。但可能就是，对，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挺好的，挺好的，就是，但也不能给你们胃口吊那么高了，就因为这个是怎么说呢？当时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那个我就是说，好像没人弄得这么，没人弄成这样，然后他们说，确实这个行业里所有的歌手没人做过这个，只有我第一个做有这么有做的，但是没我这么夸张的，我是特别夸张啊。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不着急啊，还有大概5、6天，你们就能看到我的新麦克风了，而且它有它的名字，到时候它叫什么名字，我会告诉各位，会有一个提示，就是跟我刘宇宁有关。没错，我的这个麦克风就叫老刘，有朋友叫刘麦，我就这么没有文化。我这个名字非常的有诗情画意啊，我就是一首诗，到时候我给你们念一下。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我去看一眼，朋友们啊，我去看一眼。你们等我一下，今天是竖屏的，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放 VCR 了啊？我看一下啊。可以，我去看一眼，朋友们啊。狠心也狠了几遍，一次比一次还坚决。可对你的思念，击溃我的心理防线。回忆是条条锁链，是自负的茧。我用青春赌一句永远，可誓言轻如灰烟，换来你漫不经心随口敷衍。可当你眼里薄雾蔓延，我便已诚挚实现。还没吵完的争辩，原谅就已提前尝尽千百遍，结局是我任由你拆迁。明知道我对你的妥协，不过一丝丝委曲求全，让习惯性把底线拆成台阶，步到你的面前。明知道我对你的妥协，亲手把自己推向深渊，让嚣张沦陷退让没有边界，爱自诩为周全。
借口，你明知道我不会走，所以没人很内疚，自作自受。不用找理由，你明知道我的守候是无条件，是永远没尽头。明知道我对你的妥协，不过一次次委曲求全，更习惯性把底线拆成台阶，拖到你的面前。明知道我对你的妥协，亲手把自己推向深渊，仍笑着沦陷退让，没有边界，孩子学会周全。遮住了晴天，雨滴淋湿了双眼，你即将对我说再见，我怎么舍得你啊？我怎么舍得你啊？你就要出发，你勾住了我的肩，说跟我再喝一杯，当作是最后的告别，我怎么留住你呀？我怎么忘了你呀？要声泪俱下，每一次天黑，我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回来了，朋友们啊，再等一下啊，把它弄一下。没打起来啊，没打起来。隔壁在那看那个叫做这个《长安24记》呢啊，哎，看那个剧呢，然后里边哐哐一顿互相撕扯啊。隔壁看什么啊？看长安24记。当然那个这个戏呢也是非常不错啊。然后那个刘宇宁在里边也唱了个歌啊，叫做。孤忆长安，骄阳似我，等一会儿啊，咱们有一个发行时间顺序。哎，这怎么关这个？什么时间？没听清楚。长安24记，我的普通话那么不标准吗？啊？
血色残月照烽烟，断壁灯影忽言，谁知残骑困长安。独行在无界的圈，白衣服双卷，笔扫过的素笺，藏着十年缘。阶下成茧，残烛明灭，一句天定的劫，回首少年，左手枕上微凉的烟，假的面，真的线，值得念，以为天上联手烽烟，数的圆，赢的剑，3000遍，还我未尽的愿。主打一个细腻。困守在无界的圈，四叶落寒天，呼啸过的荒野，等待着燎原。有人说堪比原唱，原唱在我这儿一唱完之后变得不堪。不是堪比，是攀比。可以说是吊打了，吊打，碾压。有朋友超越都不行，碾压，吊打，吊打，科秒是啥意思？手枕下微凉的烟，假的面，真的线，实的念，以为天下联手烽烟。有朋友说垄断，你没有文化就别插嘴了，行不行？别跟你明哥一样学厨师，你好好学习行不行？啊，我就没什么文化，你不能比我还没文化。我说碾压吊打，你来个垄断，咱说是一回事吗？我跟你说肩膀头子，你跟我聊胯胯轴子，这咱俩是两条道。你是跟我谈并购在这儿啊？垄断啥玩意儿？我唱歌给刘宁垄断了，你这形容词是对的吗？垄断。还我未尽的愿。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失去后一切如常》，也是来自我们这个一部电视剧叫做《骄阳似我》的一个 OST， 希望你们喜欢。我看有没有伴奏啊？有伴奏我给你们唱一个。
给你们唱一个吧，行不行？可能音效没那么好啊。照亮了眼底的暗，生活满当的奔忙，从未忘过善良。偶尔寂寞来探望，一路上回忆蹒跚，曾经坠落的坚强，终究需要时间帮点忙。面对失去后的一切如常，任何希望，任何绝望，任何迷惘，都不断成就我的勇敢。多少悲欢，多少起落，多少冷暖，每颗泪水换每次成长。有所遗憾，有所取舍，有所欣然，日子不过原来是这样。我依然选择我微笑的模样，就算失去后还能看起来一切如常。面对失去后的一切如常，希望任何绝望，任何迷惘，都不能成就我的勇敢。多少悲欢，多少喜乐，多少冷暖，每颗泪水换每次成长。多少悲欢，多少起落，多少冷暖，每颗泪水换每次成长。有所遗憾，有所取舍，有所信仰，日子不过原来是这样。我依然选择我微笑的模样，就算失去后还能看起来一切如常。就算失去后，这世界依然一切如常。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首今天刚刚上的歌，叫做《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就
在刚才上的哦。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什么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落叶花被遗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当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因为一定要重逢，否绝不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当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等会儿还有特效，绝了！说了嘛，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什么就只剩下。朋友们，我们来蕊一下刘宇宁的舞台吧。哎，视频还没上是吧？哦，因为我看歌播了，但是视频没上。
歌播了，视频没上，那蕊不了了。微博有啊，微博就不是我，因为我那个截屏不太好截，我那个不太好截屏，主要是。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炽热的烟火。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蕊一下讯号。讯号有什么可蕊的？讯号，行，我本来朋友们，讯号这个歌其实挺不错的啊，挺不错的。当时还想说，我们发一个录音版呢。当时想的就是说，那个播出之后发一个录音版的，然后结果发现收藏量没那么高。再一个是什么呢？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现场唱的已经很好了，包括编排已经很好了，就算发个录音版，其实和那个现场版其实区别也不大，除非你说你这个歌重新编曲，重新做，那可能会有点新鲜感什么的可以，但是问题是没有啊，编曲已经做到极致了，不会有比那个更适合的编曲了，所以导致就是后面再没有做那个没有做他的那个版本的东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看过我这个舞台，可以带大家一块去看一下这个讯号的这个舞台啊。新的讯号开始发散 ，You 在我列表里弹出，但连上了不吐。你是我最终归宿，在弥漫的风中追随，升高低处的沉醉。美丽的一刻已是 dangerous， 来重力摩擦的脸庞，黑夜陷入沉睡。缓缓跃然码头，退潮后的暗流，你牵着我的手，漫步在摇身后。心跳在保龄马上面感受着 bounce ready， 你对我 Amy 的书被爱意穿透了。If you love me, then don't replace me。厌倦了流浪，我沿着你的轨迹。新的讯号开始发散，类似每个空气中出现。在我列表里弹出，新的感觉，它连上了不吐，是我最终归属，是我对你的回答。接吻的星空就像你眼窝一样璀璨，在进入你的一刻就让月亮来将我审判。在我眼前划过，我猜这是不是彩蛋？你决定开口的瞬间就放我在南极海岸。我爱你的距离从北极开始计算，换365天，爱的路走不完。当蓝牙开始连接我们心动信号，你牵着我的手，心跳在80码上面感受着 bounce rhythm， 你对我 aiming 的心被爱意穿透了。If you love me, then don't replace me。厌倦了流浪，我沿着你的轨迹。
的信号开始发散，我的密码在空气传输。You 在我列表里弹出，我离开我的心被你占据。他连上了 Bluetooth， 连上了 Bluetooth， 你是我最终归属。这句话是我对你的回答。新的信号开始发散。You 在我列表里弹出，他的连上了 Bluetooth， 你是我最终归属。绝了！绝了！这舞台非常的不错啊！当时无论编排也好，编曲也好，整个这个歌也好，包括唱的也罢，真不错啊！真是不错，真的很不错啊！真挺好的，朋友们。哎，这怎么关？好。热搜，朋友们，我上热搜了吗？我不信，像我这种小卡拉蜜能上热搜？等一下，是好的吗？是好话吗，朋友们？刘宇宁直播哦，那没啥，谢谢啊直播啊，那刘宇宁直播哦，那行，刘宇宁直播啊，OK，行，可以。其实因为刘宇宁直播这件事儿，就是比较正常，所以它不算一个新闻式的东西，大家看到可能就习以为常了，说哎，刘宇宁啊又直播了，又直播了，那就直播那怎么办？直播嘛。有没有气胸好了吗？早好了，已经好多年了。只是说，因为我这几年也做了很多运动啊，有的时候也健身啥的。别看我瘦的跟个麻杆似的，但是也健身啊。只是说自己搁家瞎练，就是有的时候累了就不练了，然后练的最勤的时候是那个出门干活的时候。出门干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临时得练一练，感觉那个也状态会好一点。然后成都什么时候官宣？成都好像已经定了，不是吗？成都不是定了吗？成都是1月10号吧？1月10号成都不是吗？你们都知道吧？当然只是还没开始卖票而已。是有朋友说肩膀头子练得不错，没有一般。我看到那张图了，就是在那个星光大赏上。我本来要把那个外衣那个大衣脱了，但是我一抓把那个什么一块抓到了，把里边那个西装一块抓了，然后露了下肩膀头子，然后应该还是被别人家粉丝拍下来了，别人家的站姐拍下来了，然后就是给我把图阴暗对比度调了一下，显得好像很有肌肉那个，我看了那个，看了那张图，显得好像肌肉练得很厉害，其实没有，那个都是他应该他是给我 AI 了一下吧。
也不知道是 AI 还是怎么玩意儿，反正就是给应该调光的，调那个对比度了，显得好像那个有点没有。我肩其实没咋练啊，没咋练，所以没有。你们看那个是比较的，就是一瞬间的，它就会扭曲，看起来好像肩膀头的很充实，没啥肌肉，很瘦，现在身上特别瘦，就是干瘦的。证明一下就不证明了。我咔把拉链拉开，把肩膀头露出来了，我也是够了，我也是沦落到要卖肉了，我也是。天天跟你们说，我说刚才那个商务直播的时候还说健身，还说自己是健身教练。有朋友说宁哥啊，有什么跑步的心得？跑步的心得就是不跑步。我从来不跑步，因为不知道，反正因为我不想，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啊，不是专业的这个健身的，或者是学任何科学上的东西的，但是反正我有一套自己走弯路走了大概我也是，别看我这么身材这么差，但我也健身10年了。这10年健身的日子加起来大概有100多天，其他的时间都是在下定决心和放弃的这个反复当中。当然我想说，但是有句话是健身先健脑啊，你要知道一些健身的一些这个知识之后，你再开始练。然后第一是不容易受伤，第二你有一个目标。对，最近我一直在，凡是抽空我就在看健身方面的东西，就是这样。为什么看呢？第一是就是想表现自己爱学习，第二呢不想花健身教练的钱。就是自己当自己的教练，不会省份钱吗？啊，能够在网上学到的知识就学了。刚有朋友问我说跑步，我不知道啊。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比如说你的诉求是让身材变得好啊，变得有力量啊，或者是减肥啊，或者是让腿型变得好看啊这种的，所以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所以我没法跟你去分享这个健身方面，看你的，因为没有见到你的这个你的要求是什么。我宁哥以为你跑步呢，我基本不跑，我也基本不做有氧，就是有氧这个东西吧，我不做啊，是减肥，是有减肥的效果，但是我不做，然后瘦肚子是吧？瘦肚子。其实就是你想减肥，我跟你说，朋友们啊，还有一个宗旨就是减肥就是2样，一个呢就是饮食，你不能吃多了，吃太多碳水，为什么会肚子会大呢？就是2种，第一种是，你们愿意听吗？因为我讲的也不太专业啊，但是就简单分享一下吧，简单说2句，就是2个，如果你肚子大的话，当然我有的时候也肚子上也有小肉，这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肚子上会有肉呢？因为人体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构造，就是女生呢通常会有小肚子会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她要保护你的脏器，女性嘛，女性要保护自己的这些器官嘛，在这个附近的器官，所以她通过脂肪或者是肌肉来保护你的这些内脏。当你没有肌肉的时候，那身体就会启动一个机制，让你储存脂肪来保护下面。但如果你有肌肉的话，那脂肪的作用就不是很大，身体就会放弃脂肪，保留肌肉。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呢，就是对，它是要保护你女性的一些脏器嘛，对吧？男的也一样，男的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有肌肉，脂肪呢就不需要堆积了，因为它不需要保护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你想把肚子减掉，又想身材好看，那就建议你做力量训练。
有氧呢少做啊，我的建议是少做啊，当然你别的教练告诉你怎么做是怎么做，但是我是建议你只做力量训练，做力量训练和和控制饮食，你的肚子就会下去啊，而且力量训练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是活动活动啊，比如说拿个1公斤的哑铃哐哐做200个也没有用啊，你得上重量，上重量让突破你身体的极限，你只有肌肉撕裂了，你才会去消耗你身体的东西，消耗你的脂肪也好，消耗你的糖分也好，它才会产生消耗。但是如果你只是用1公斤的哑铃，你做200个，这个没啥用的啊，这个是没有用的。就是你感觉你练了很累，但那个只是说那属于就是叫做垃圾容量啊，就是没有用的训练啊，最多让你活动活动啊。所以想要减肥的朋友们，一定2个就是控制饮食啊。饮食控制怎么说呢？就是正常摄入，就不要吃太多啊。当然吃的东西不要太脏，就比如说是炸鸡啊什么东西就不要吃了，油炸的东西就不要吃了啊。多吃蔬菜，多吃那种简单加工的食品。就比如像什么叫简单加工呢？比如说米饭，米饭就是给它蒸熟了啊，高压锅也好，电饭煲也好，给它做熟了，这种米饭属于优质碳水。但如果你吃过度加工的，比如像什么面条，面条属于就是先把米磨成粉，再压成条，再煮熟它，这属于就是经过了磨碎嘛，磨成粉了嘛，对吧？然后再去做面条，这种是容易胖的。当然也不是说这些不好，只是说这些是反而是容易，是属于那种会让你大量吸收的那种碳水，吃完就容易胖。比如馒头、花卷这种蛋糕啊，这种吃完之后，因为它属于过度加工，它不是像你一个土豆蒸熟了只有土豆你就吃淀粉就好了。对，它不像如果你把土豆炸成薯条，那就是你就会吃完就会胖一些啊，像这种的。所以吃的简单一点，吃的干净一点，对身体也好啊。螺蛳粉啊，就螺蛳粉这种吃完一定会，也不能说会胖吧，反正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吃，但是少量吃，不要什么东西不要过量。说哎呦，我1周7天我吃6天螺蛳粉，那你也肯定是控制不了体重吧。就少油、少盐、少糖，糖分控制就挺好的。螺蛳粉你吃多了肯定胖啊。而且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宵夜啊，尽量就是过了7点钟、8点钟之后就不要进食了，就是你肯定会发现你的体重会掉得很快的啊。米饭配什么吃啊？米饭可以配肉啊，鸡肉、牛肉，然后那个羊肉都可以啊，海鲜都可以啊，蔬菜都可以啊。吃嘛，但是只要是你，如果你每天就是正常吃的话，你想达到减肥效果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正常吃饭，再加上力量训练。力量训练不是说跑步，不是说跑步，跑步不是的，跑步是掉肌肉的，它会让你就是它会分解你的糖分啊什么东西的，而且排水啊，就是你水分蒸发了嘛，因为你跑步会出汗嘛，你水分一蒸发，你就会显得你瘦了嘛。但是其实呢，出去都是水，并不是脂肪啊。对，就是力量训练。健身博主也不是，就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但是我觉得也是 OK 的一个方向吧。平台期怎么办？说的这么专业吗？以我非常匮乏的知识库告诉你平台期怎么样？平台期呢，那就得制造热量缺口了。就比如说你平时一顿吃1碗米饭，你在平台期你觉得哎怎么都减不下去了，那你就减一半，半碗米饭，制造热量缺口，你就会因为减肥减到一定程度，它就不会再减了，身体就保护机制了。但是呢，你制造力量缺口了之后呢，你再加大你的训练强度，
就是让你把你的代谢提高，代谢提到无限高，不也不是无限高，就代谢提到你的这个平时的高一些，你就会消耗就会瘦嘛，就是这样，把代谢提高，其实就是调整你的代谢。吃的多反而会变瘦，那个那就是代谢高了嘛。就是千万，当然说，因为我以前有个误区啊，有个误区就是我一直减肥不吃饭，一天不吃东西，我能做到，我一天不吃东西，光喝咖啡。但是发现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四肢很瘦，但是有肚子，所以呢，我就上网搜为什么，然后就搜出这个结果来，就是你身体的代谢差了。你的身体就是你摄入非常小的量就够你的日常代谢了，然后呢，它就会，但是你但凡吃一点东西，它就疯狂的吸收，因为它怕身体会有一个防御机制，它会怕你后面，它感觉你这个人好像是穷疯了，吃不起饭了，他觉得你每天只吃这么一点米饭，他就会觉得哦，这人穷疯了，这人就是混得很差，吃不起饭了，所以他但凡吃一点米饭，他就疯狂吸收。但它不代谢，因为它要保护自己身体能够正常活着嘛。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说疯狂节食这件事儿，你先把代谢调好了，然后再制造热量缺口，你就会那个什么叫代谢怎么查呢？比如说朋友们是这样的，就是你每天早上，这个数值我不知道啊，数值我不太知道。打个比方，你今天晚上睡觉前你上一下秤，然后你可能是睡觉前。你穿着什么衣服？你醒了之后呢？你再穿着那个衣服去上秤，基本上都是会掉秤，基本上都早上起来会瘦，啊！你们去看一下，比如说一会儿我下了直播，你上你家秤上称一下，啊，称一下。比如说现在你是100斤，然后你早上起来再一称，一定会瘦，可能变成99了，可能变成98了，有的人可能变成97了，那说明代谢很高的，就是能变成97，你光睡一觉就瘦了3斤，这种属于代谢高的。瘦1斤是正常的啊，有的会瘦多点。你代谢高了，比如说你睡觉前100，你醒了之后97了，一下光睡觉掉了3斤，这属于代谢比较高。对，这是属于代谢高的，所以你要把代谢提高，你这样吃东西对你减肥才好嘛啊。你可以试一试，你朋友们，咱们就算线上线下互动，你睡觉前你可以去试一试称一下，然后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啊，你可能上个卫生间之后，你再称一下啊，那就是你的代谢啊。你如果代谢很高，你这个人就肯定不会很胖。如果你代谢，你早上起来你就掉了0.3斤这种的，那你就说明你可能存在一些代谢问题啊。能提高代谢吗？当然能啊，就是正常的饮食、干净饮食，加上力量训练。刚才说了，力量训练。什么叫力量训练？就是什么是力量训练？就比如像举哑铃，各种的这种的都叫力量训练，就是练。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杠铃推举啊，这个硬拉这种动作啊，臀桥什么女生比较喜欢做的臀桥，这种都属于力量训练啊。举哑铃啊，举重物。负重这种都属于力量训练啊，就是说白就是撸铁。你可以上网搜一搜，说力量训练包括什么啊？有氧尽量少做啊，因为其实尽量少做啊，也不是说不让你做。有氧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身体性的那种协调性的有氧啊，就是比如像一些。平衡球啊，比如说你在家买一个那种半圆的平衡球，你做平板支撑，这种，它也算。比如说你站在那个平衡球上，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去过健身房都知道那个叫什么，叫做平衡球吧，反正就是上面是平的，下面是一个像气球一样，你要打气，然后呢单脚站在上面，你去用那个平衡球来控制核心，来控制你身体的平衡，就练这些东西是 OK 的，就让你身体的核心稳定。这样核心稳定之后，人就不容易摔跤，然后呢，就是你的做什么东西呢，你也不容易受伤。比如说你抬什么东西，
搬什么东西你也不容易受伤，你要把这核心练得稳定了，那个东西就是练这个的，那叫波速球是吗？哦，那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反正我叫波速球，对对对对，就那东西，然后你练练那些东西，对身体是好的。练身体协调性也能，而且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啊，做力量训练这件事儿，当然跟你们聊这个好像没有，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啊，但是我要分享给你们，就是你会发现韩国艺人大部分男演员都在健身，而且身材都很好，对吧？为什么？因为健身做力量训练这件事儿，朋友们记住了，重点在这儿啊！做力量训练这件事儿，重点在这儿。会让人年轻，所以这才是我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健身的原因，懂了吗？嗯。所以现场各位女性同胞，包括也有男性，男性肯定不用我说，他们肯定比我懂。女孩呢，可能平时也不咋做力量训练，你们可以试试，会真的会让你年轻，朋友们，会让你年轻。这比任何的这个什么医美来的都简单。医美你得花钱吧，你得可能还会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坑什么之类的。但是健身这件事，做力量训练真的会让你年轻，朋友们。得做起来了，好不好？咱们这样式儿，如果你真的是被我说动了，你要做力量训练了，咱们可以找一个时间，比如说半年之后，咱们举办一期这个摩登兄弟粉丝那个腹肌大赛。就是你可以到网上来，当然我说的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可以到大家在粉丝群当中互相去秀自己的马甲线这种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是第一是啥呢？第一是让各位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嘛，第二呢就是也是有一个盼头嘛我就不漏了啊，不我就知道有人会说你先展示你自己的，我就不展示了啊。哥，你参加不？我自己跟自己举办一届就行，我自己在家照镜就可以。你们互相在群里可以那个举办一下。行了，差不多了，各位啊，这个也今天也播了，我看播了多久啊？哦，快2个小时，也差不多了。本来我今天想说上来播1个小时，因为我后面马上要出门干活了，后面一堆活。今天正好有个妆发。我想说今天上来给你们播一会儿，但是我得养嗓子了，因为明天要有录音啊，明天有录音，而且那个录音很重要，对，所以当然每一个录音都很重要了，对吧？所以呢，就也希望各位今天玩的开心啊，今天这个陪我度过了这个时间是开心的，好不好？行了，朋友们，也不是跨年啊，还有7分钟，行，那咱就再熬7分钟呗，满足你们，好商量，咱们好商量的啊。因为我看到咱直播间应该还有一些这个外国的朋友是吧？我看到打的各种的语言我都没有太看懂啊。现在咱直播都得这种稍微国际化一点了是吗？Hello friend Hello I see you 了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 look my life. Thank
，Thank you 了啊，Thank you for coming, welcome。But I most go to sleep. I'm very tired. I'm 困了。I'm 有一些疲惫啊。I have some tired. Sorry. We just see next time. OK.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都听懂了？OK. Good job. OK. Thank you. Good job. OK. I think so too. I think so too. I think, of course. OK. Go to sleep 吧。Wait a moment.有朋友说我听不懂。我你看看，我一个厨师啊，我没上过大学，朋友们，所以这件事要告诉你，学习多么的重要。你连一个英文这么差的人你都听不懂，你都沟通不了，你以后怎么跟国际交流啊？对不对？Happy New Year， 还没到 New Year 呢。OK， 你看，我马上我刚才呱呱说点英文之后，直播间的这个国外的朋友们已经开始那个什么了，已经开始频繁的跟我互动了，朋友们，你们 see 没 see 到？啊 ，see 是什么意思呢 ？see 就是看，啊，看见，啊，就是这意思，啊，看见，啊，是不是？我说 I want to go to sleep， 就是I 就是我。want 就是那个我想要 go to sleep 去睡觉。I want go to sleep 就是我想去睡觉了，我困了，我 tired 了，我 tired 是累疲惫的意思。I'm very tired。你看还得给这些英文不太好的这些朋友们去解释一下。I'm very tired。very tired， 疲惫啊，惆怅。你看，让你正儿八经学点英文，你不学。我说 emo， 你肯定能听懂啊，是不是？我是认真教英文，认真你就输了。有朋友是这样的，刚好有朋友给我打了个长句子啊，就是speak English 的 friends 们，你们呢speak English not too long， OK， not too long， 别太长了，太长我too long I can't understand。 太长了我看不懂啊，你稍微短点，你尽量跟我沟通，用2个单词以内让我明白你在说什么。这个I hope you use two 单词怎么说啊？单词怎么说？不知道。two 单词 with me talk， OK， you know
哦，OK。有朋友说，有朋友说 I want to go to sleep with you。臭流氓用英文怎么说？朋友们，啊，臭流氓用英文怎么说？朋友们告诉我，你再说下去我就 call police 了，哥们要报警了。臭流氓怎么说？各位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行了，那在这里呢，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那咱们呢就是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各位。 Hello everyone, I want to go to sleep. Thank you for my life. Thank you. I hope you have a nice have a next time. Have a happy I hope you happy. Okay. Thank you. Good night, everyone.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ream. Bye bye.